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Lu。大家好，我是非官方指定鲈鱼 Coac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勇士队在客场以125比112的比分大胜奇才，豪取4连胜佳绩。目前他们以6胜1负的战绩傲视群雄，攀升至西部联盟第2位。这支勇士队颇有几分2022年的风采，库里、追梦格林和维金斯构成了球队的基本框架，而身边则围绕着一群表现出色的即战力球员，以及板凳席上深厚的替补阵容。新引进的希尔德、里凯尔和梅尔顿持续表现其价值，尤其是希尔德的犀利攻势和里凯尔在带领第二阵容时展现出的小追梦风采。库里伤愈复出并重返首发阵容，而小佩顿则顶替库明加出任首发。出乎意料的是，库明加在替补席上的表现反而更加出色。本场比赛，他作为替补出战25分钟，15投7中，贡献了15分、6个篮板和2次助攻。在上一次对阵火箭的比赛中，正是库明加在加时赛中的杰出表现，帮助勇士队顶住了火箭队的猛烈反扑。库明加天赋异禀，潜力巨大，然而对于打替补的安排，他是否能够欣然接受，仍是未知数。勇士队在从1号位至5号位的各个位置上，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配备了最佳的球员阵容。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预示着他们有可能重现2022年的夺冠辉煌。今年西部联盟的整体实力有所削弱，掘金、森林狼和国王等队的表现均不如以往。湖人队苦苦支撑，而快船队则因单核作战而面临巨大挑战。尽管太阳和雷霆等队崭露头角，但勇士队的球风似乎并不惧怕任何对手。或许今年库里又将掀起一番波澜。这场比赛也是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尽管普尔面对勇士队总是话题不断，但这场的亮点并不在他。截至目前，在代表勇士队出战的7场比赛中，希尔德场均仅出战25.9分钟，便能贡献21.9分、4.3个篮板、2.4次助攻、1.1次抢断和0.6次盖帽，投篮命中率高达51%，三分球命中率更是达到了50%。希尔德几乎每在场上打1分钟就能得1分，这样的效率简直令人惊叹。那么勇士队是如何得到希尔德的呢？今年夏天，汤普森与勇士队的续约谈判破裂，他铁了心要离开，于是勇士队用汤普森和一个2031年的次轮选秀权换来了希尔德和里凯尔。汤普森的离开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勇士队几乎是用一个次轮签的代价就得到了希尔德和里凯尔2位实力球员。反观克莱·汤普森，这位在勇士队度过了辉煌13年的老将，在新的环境中，他真的感到快乐吗？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感受的问题，更关乎他与新队友，尤其是东欧组合之间的化学反应。东欧组合能否在场上共存，这的确是一个复杂且微妙的议题。他深深植根于欧文是否真正适合控卫这一角色，以及东契奇是否愿意为了球队的整体利益，适当减少个人单打，放下对数据的执着追求。对于那些没有亲自观看比赛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仅凭数据就断定克莱·汤普森的状态有所下滑，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我看来，克莱·汤普森正在逐步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他正在逐渐适应新的角色和战术体系。从教练组的安排来看，克莱·汤普森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中都被赋予了重要的防守任务，他需要防守对方的进攻核心，如德文·布克和杰伦·格林。虽然防守效果并非特别突出，但至少他已经达到了一个合格的水平，这足以证明他正在逐步融入球队，并努力为球队做出贡献。然而，独行侠队的进攻端却存在着一些问题。东契奇作为球队的核心球员，他掌控着大部分的球权，其他球员能否获得球权，几乎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意愿和判断。如果东契奇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牵制力，更多的扮演一个组织者的角色，我相信独行侠的进攻会更加流畅和高效。他若能场均贡献20分左右，同时送出10次左右的助攻，那么即使在自己状态不佳时，他依然能以组织者的身份留在场上，为球队提供稳定的进攻节奏和组织能力。汤普森的表现一直不错，但希尔德的表现更为出色，而且希尔德比汤普森更年轻，薪资也更低。汤普森已经35岁，且曾经经历过跟腱断裂和膝盖十字韧带撕裂等重伤。相比之下，希尔德年仅32岁，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且没有受过严重的伤病。在得到希尔德后，勇士队也与他签订了一份为期4年、总价值3800万美元的合同，其中第3年仅保障300万美元，在第4年则无保障。
希尔德的年均薪资甚至不到1000万美元，这样的性价比简直无人能敌。实际上，对于勇士队而言，从情感上确实难以割舍汤普森，但若从球队整体实力的角度出发，用汤普森交换希尔德，无疑是一笔极为明智的交易。正是得益于这次成功的2换2交易，勇士队在豪取4连胜后，战绩飙升至6胜1负，高居西部联盟第2位，仅次于充满活力的青年军雷霆。此时此刻，勇士总冠军的口号似乎又可以响彻云霄了。比赛从首节开始，勇士队便依靠着维金斯、格林和库里这3大核心展开攻势。格林和维金斯在防守端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库里则是通过一记3分试探手感并成功命中，展现出良好的复出状态。随后，库里又巧妙地为戴维斯送出助攻，后者作为勇士队发掘的瑰宝，已经成功取代鲁尼成为首发中锋。在勇士3核的带领下，球队不仅进攻流畅，防守也异常严密，首节便领先奇才9分。进入第2节，奇才队的进攻依旧陷入困境，而勇士队的防守则愈发坚固。此时希尔德的进攻火力显得尤为恐怖，他与库明加一攻一守配合默契，将勇士队的领先优势扩大到15分。奇才队才只能依靠普尔苦苦追分，他连得5分，在半场结束时将分差缩小至9分。下半场，勇士队为了保护库里，并未让他继续首发，而是让他替补出场观察局势。然而，勇士队一直保持着16分的领先优势。原本以为库里不会再次上场，但科尔教练却突然让他重返赛场。结果库里仿佛杀红了眼，中距离投篮屡屡命中，3分球也手到擒来，一人独立打爆奇才队。末节比赛几乎成为了垃圾时间，勇士队轻松锁定胜局。对于勇士队而言，奇才队确实算不上一个强大的对手。在这场比赛中，奇才队的普尔虽然20投8中，砍下了24分，表现不俗，但榜眼秀萨尔却手感冰凉，10投仅3中。瓦伦丘纳斯则表现出色，贡献了16分和12个篮板。而勇士队方面，库里在24分钟内15投7中，其中3分球9投4中，轻松砍下24分。希尔德作为替补出场27分钟，14投7中，3分球8投3中，以超乎平均命中率的效率拿下了20分。追梦格林则表现出色，砍下18分、8个篮板和5次助攻，让人仿佛看到了他2016年巅峰时期的风采。而维金斯手感一般，9投仅1中，但库明加贡献了15分，鲁尼则在17分钟内抢下了10个篮板，虽然只得到了4分。赛后，库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不错，并大力赞赏了希尔德为勇士队带来的火力支援。由于希尔德的年薪仅为800多万，却场均贡献22+4的数据，这样的性价比确实令人惊叹。此外，追梦格林的3分手感也回归了，至今3分线外19投10中，命中率高达52.6%。对于勇士队而言，希尔德的火力无疑让球队的进攻更加难以被对手限制，而追梦格林的手感回归和状态提升，则是球队实实在在的加分项。现在的勇士可以说是拥有了2套组合拳，库里、追梦格林和维金斯作为主力阵容，能够持续输出高效的表现，再加上穆迪和戴维斯的辅助，让球队在首发阵容上就占据了优势。而当首发阵容下场休息时，替补阵容中的里凯尔和希尔德又能够扛起追梦格林和库里的价值，继续为球队贡献力量。希尔德就像是另一个库里，而里凯尔则像是另一个追梦格林。如果梅尔顿也在场的话，勇士队甚至可以组成2套首发阵容，再加上库明加和鲁尼等实力球员的坐镇，勇士队今年的轮换阵容达到了10人，而且各个位置都没有明显的短板。反观独行侠这边，队内部存在的问题主要涉及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不足、球员角色定位模糊、战术执行不力以及更衣室氛围紧张等方面。为了改善这些问题，球队需要加强内部沟通和信任建设，明确球员角色定位，优化战术体系，并加强球员管理和束缚。同时，球员们也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和状态，以更加专业和专注的态度投入到比赛中去。但是现实并非如此理想，对于一直关注勇士队比赛的球迷来说，他们可能会发现独行侠的比赛风格与雷霆2少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人持球进攻，其他人则站在3分线外等待机会，接到球就投，没有机会就参与防守折返跑。这样的比赛风格虽然简单直接，但缺乏变化和层次，很容易被对手摸清套路并针对性防守。因此，这样的独行侠恐怕很难在季后赛中走得太远。
或许克莱·汤普森在独行侠的生涯只是短暂的过渡，一个赛季的时间或许就足以让他看清自己的未来和球队的潜力。如果独行侠不愿意给予他足够的信任和支持，让他充分发挥自己作为联盟顶级投手的能力和价值，那么下赛季重返勇士，并在那里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对于克莱来说，或许是一个更加圆满和完美的结局。无论是对于他自己，还是对于广大球迷来说，这样的归宿都将不留遗憾地画上句号。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宇我期待和你一起涨球。